醉驾，你小舅子犯法了，我就最高法院的我也没办法呀。不是我说是让你放人了还是咋的？你找个关系，你把这个醉驾改成酒驾，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嘛。东风啊，爷爷去世的时候谁给抬的棺呐？谁给修的坟呐？那是人家亲爹，我亲老丈人。就这事你要不给办，爷爷都不答应。爷爷不答应的事多。你小兔崽子！这是县委啊，一会儿咱回家说去啊。你法院找不来人，你看守所找个人呢，好歹别让人欺负了呀。哦，回去商量。你车呢？今天终于可以正点下班了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你整理的经济数据呢？给范主任了，小赵给的。你可以自己交给他，不用让别人代劳。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完成就可以？但是总会被别人拿去讨好上级。太瘦了。哎，再去看这个，画这个。哎呦，志伟回来啦！阿姨，饭和菜都在锅里盖着呢，记得先洗手啊。好。凉了就在微波炉里热一下。主任的外甥女儿都这么大了，工作单位定哪儿了？工作单位定的是这个。哦，这个。教育局唐科长的表妹，她父母在市里都给她把房买好了，1.68米的大个，怎么样？有点太高了吧？哎呀，我每次啊一看到志伟，我就会想起他小的时候啊，一天到晚往我们家跑，找我儿子去玩。可不是，一转眼都到大院上班了，时间都去哪儿喽？他前一去啊，就要给县长写材料，昨天晚上加班都没回来。哎，这个小姑娘，她会做饭吗？这个我没问。还有2个你没看到呢。啊，这边。你说，我们都是小老百姓，谁能拗得过你们当官的呀？你们当官的说什么是什么，我呢只能代表我自己。我爸、3姑4姑他们怎么想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毕竟奶奶还活着呢，老郝家的祖宗代表还在，你也别怪他们。你说他们小的呢，哪个敢同意？二叔。你儿子提议，你敢同意吗？奶啊，我中午就没吃饭，我这饿得顶不住了，要我先，哎，我这两口饿得不行了，我。吃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看这卤啊，就是我3姑弄的，是不是？来2口。你说吧，平时找你有事儿，打你手机，手机打没电了都没人接。这好，要迁坟了，你把大家伙召唤过来了。东风啊，真的，咱们也不兜圈子。你说我给你添点面条行，迁坟这事儿你办不成。你说大家伙也不说话，总得有个说话的吧？是我说这意思吧？要不这样吧，让妈再想想。妈，哎，反正吧，我儿子也不姓郝，这祖坟里埋的都是郝家的人。大哥啊，迁祖坟这事儿，只要你们想清楚就行。就是配合是配合，那配合之前是不是要把咱们家自己的事儿先想清楚？你就说东风，你总不可能就一个信访局长就干到头了。
那以后镇上的镇长啊、书记，你还想不想当了？那我说句不该说的，万一把风水搞坏了，里里外外这儿出事儿那儿出事儿的，那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你呀，想想主意，看看能不能让县里重新画圈。我就不信，他吕青山没有办法，去年水边的那些房子，他不就给划到圈子外头去了？入弦了。哎，今天发多少？啊，说一下。赵哥，树哥之前工资发不发？哎呀，你管他多少呀？能给总比不给强。家里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，1块钱也要。有啊，老天爷保佑，听林玉玲这次可千万别再管了啊！杨宝根儿，哎，来了，来，跟自己这个后边签个名。哦。哥哥先走了，你急啥？到我家喝碗稀饭再走呗。回家互坟。哎，啊？你着急干啥？这么早就拆了？可能是吧。上车。哎。这周6保证不休息，周日休息不保证，家属有意见也正常。怎么，媳妇儿还在娘家呢？没事，耗他几天自己就回来了。他跟他妈一个脾气，见面就吵，回娘家根本待不住。原来是怕媳妇儿，所以才愁眉苦脸。喂，我这边有事儿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。喂，我这边信号不好啊，信号不好。这边醉驾被抓了，那边耍钱被逮了。我是县委书记，我也没招。亲戚打来的吧？你亲戚打电话又不能不接。我也是从乡镇一路干上来的，有些话当众不好讲。农村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，什么法律啊、政策啊，老人根本不听的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对于老母亲来说，一个远在县里当官的儿子，真不如隔壁邻居来的实惠。这要晚上发个烧，邻居马上就能开车送他去卫生所。关键是跟家里人又没办法讲道理。党员干部还要带头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我听说你们家祖坟也在这片拆迁区域里。最远处的那个，哪个？冒青烟的那个。哎。和家里人交流了吧？难度大不大？难。哎，行，我晓得了。县长，迁坟动员会已经安排好了，3届村支书都会到场，过去吧。好。为什么要迁坟？大家都知道，县医院要搬过来，现在这地方太小了，太旧了，再不动就卡死了。挪一步才能步步挪。大的规划我就不说了，说掉和我们息息相关的，这好的人才，本科以上的，要留在咱们县，首选就2个地方，一个医院，一个学校。医院可是救命的地方，咱家家户户都有老人有孩子吧？这以后县医院有没有水平高的医生？咱的医疗条件能不能得到改善？万一谁有个疑难杂症，能不能不用再往市里跑了？这就看我们了。说实话，其实大家都一样，全国上千个县，那么多干部，有谁能被人记住？但这不重要，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，那就不容易了。说这个人还像个人，还凑合，那就是最高的评价。这开会前，我和几位老支书聊天，真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什么政策都要你们带头。计划生育要郝老支书带头，交粮交钱，老李支书带头，盖大棚、种香瓜，秀文支书还要带头。这不让烧秸秆，
不让雷祖造。老百姓不看别人，他就看干部，看看咱们这些人干不干。这个村儿不是县委县政府的，也不是村两委的，是大家的，所以靠村主任一个人不行。对不起啊，这次又要靠你们几位动员群众、动员党员了。说实话，换位思考，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？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，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、不求回报的一代人。各位叔叔、伯伯、大爷，今天又要拜托大家，要你们带头了。我谢谢你们了。县长讲得好，我是咱们村儿最老的支书了，我签。那以前的干部带头，那现在的带不带啊？对啊，现在干部带头啊！回家去，这里的事还轮不上你说话。爷爷，你就知道凶我，凭什么咱家先签？我就盯着郝东风，他家不签，我就不服。你还没完了你啊！你给我回去！回去！我签。你在家算老几？你做得了主吗？你做得了主吗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啊，我妈掺和更乱。哎呀，那你就别当着我姑妈说呀。他们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奶奶家吧？总有走的时候啊。啊，我知道挺难的，再试试，一个一个劝。不是，我，哎，没事啊，我已经签字了。各位叔叔、伯伯、大爷，今天又要拜托大家，要你们带头了。我谢谢你们了。哎，这段视频拍得不错啊，评论也都是正面的。让外宣办在公众号上发一发。哎，各位叔叔、伯伯、大爷，今天又要拜托大家，要你们带头了。我谢谢你们了。我是咱们村儿最老的支书了，我签。各位叔叔、伯伯、大爷，今天把这个发到我手机上。哎，要你们带头了。我是咱们村儿最老的支书了。我谢谢你们了。我签。乔市长，哎，明天见。哦，Sony Two 哦。哦，我呀。哎，小周啊，麻烦你帮我问一下，这个吕书记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？哎，你尽快回复我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
么快就接通了？新官上任不用开会啊？还是少开点会吧。情绪不太高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就是出了点小风头。我要不发你看一下？行，你发我吧。看完了？看完了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尾巴没藏好，掉出来了？还没吃饭的吧？没呢，刚从村委会回来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头发长了一点。长啊？长啊，有空去理一下吧，也别剪太短，显得不稳重。那你觉得我要不要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？先跟你说了啊，有电话进来，还有事儿。那我说两句啊，哪儿还在？东风先说，你说什么？谁说不一样说嘛？哎呀，让东风先说。都别急啊，这个签了字啊，还能作废。就是迁坟呢，也得过了今天晚上。来，各位长辈、家里人，我道个歉。先斩后奏肯定不对，走到哪儿都不对。我也想过别的办法，书记、县长我也都找了，不管这尺子怎么量、怎么画，咱家这坟头都在这圈圈里。这么说吧，不要，我要看哈利波特。签，好。肯定是要签。要么呢，我自己带头签字。要么等吃完这顿饭，咱们这些人拉着手都到地里护坟去。哎呀，你少喝点。三姑，我没喝醉，我也没说气话，这不是头一回了。我在镇上的时候也赶上过事儿，要带头要表态。各位当时都怎么做的？你们当时都很配合我嘛。这我心里都有数啊。可有些事情，能想办法熬过去；有些事情呢，它只有进退两条路，没有别的路可以选。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实在不行，我辞职。怎么能辞职呢？想一出是一出，还辞职？我不干这个差事了，我就不担这个责了。该不该签，要不要挪？上头有我掰，有我估，轮也不会轮到我说话。今天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也跟家里人掏心窝子说几句。老高，你不用每天总觉得我装官不办事儿，有些事情能办，你打个电话我就办了，你不用你催我。有些事情的确办不了，你就是把我双开了拘进去，看守所里蹲3年，蹲几年我也办不了。你这话说的，这些年，家里人托了我不少事情，少喝点子。有的不是我推脱，我得找别人，人家也得掂量好。就像我以前在镇上的时候，不光是家里的亲戚找我，哪怕是县里的领导找我办个什么事儿，给我打个电话，该接接，该听听，但是该怎么做，还是得怎么做。
光明县就这么小，一个人出了事儿，那是我们整个郝家的事。我还真不是吓唬你。哎，到时候看着没？就连这些小孩儿都抬不起头来。就这些吧。要我说啊，东风不能辞职。这干了这么多年了，好不容易干到现在了，吃了那么多苦，这一辞职白吃了。就是啊，不能辞。胡说八道。辞不辞的，这坟都得迁，是这意思吧？东风啊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这职能辞吗？你多大岁数了？你辞职了，你去哪儿打工？人家能要你？上不去下不来的，像你哥开出租车，那起早贪黑你能干得了吗？哎，你说呢？他奶奶，他们问你话呢。好，好。奶奶，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？知道，知道。签吧，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过2年，我下去和你爷爷去说啊，签吧。妈，没事，啊。吃饭，吃饭。你自己沏点茶。哎，好，我刚烧了水啊。您也来一杯吧。我那儿有，你帮我加点水就可以。好。您旁边的就是蒋县长吗？对，前年旅发大会的时候拍的。哎，谢谢。讲话稿，你的意思是？就照这个说。政府办也写了一稿，整体上来看呢，还是以往的形式，或者说是套路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主要是里面提到的一些数字和一些说法。书记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那一版里面写的目标，不光是我这一届政府做不到，按照现在县里的发展，下一届也很难做到。范太平那一版，照着念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心里比较虚。我个人的倾向是实事求是，说实际的情况。当然，确实我也怕影响会不好，所以想问问您的意思。你晚上喝茶没事儿？没事儿，我对茶比较迟钝，喝多少都能睡着。我也是。
丁香的假奶牛，在市里边尽人皆知，搞得很狼狈。其实光明县呀，就是一个大水池，不可能一下子全放开，也放不开。具体要怎么挤，我从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发愁。刚才我看你这个讲话稿，我就在想，这会不会是一把钥匙？出发点是好的，结果就不会差。县里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市委把你派来，相信一定也会支持我们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说实话，来之前我还有些犹豫，就怕给县委惹麻烦。勤勤恳恳，实实在在，能有什么麻烦？有时候就怕好心办错事儿。就像今天迁坟动员会的视频，我看到的时候已经传得到处都是了。本来呀，是想抓紧时间一鼓作气的，现在弄得跟演戏似的。这老百姓也会觉得这个新来的县长太会装了。我看了，说句心里话啊，我还挺感动。你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。群众工作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老百姓嘛，遇到任何事情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干部、看党员、看我们怎么做。两边都不容易，不要在意这些。拆迁平坟本来就劳心费神，再想那么多，人都要累死了。这个总体上看呢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放开手去干，找几个点儿，实际下去看一看，搞搞调研，把里面的数据啊再凿实一点啊。好。鹿泉和原平乡那儿几个经济比较差的村子，包括工业局，我都去过了。那上面写的比较笼统的，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补齐。喝茶。哎。这个划船机比跑步好，不伤膝盖。这能练到背部肌肉吧？其实我也不太懂。感觉应该是腰吧，哎，你要买不要买这台啊？现在有新的款式，我可以推荐给你。我还没入门呢，您什么时候换新的？把这个淘汰给我就行。上一天班，开会时间长了，坐的腰疼，回来拉一拉还挺舒服。哎，你试试。哎，没事，你试试。好。哎，就坐这个上面。好嘞。哎，踩这个踏板。对，拉紧。回去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，容易拉伤。你比我有天分，你这一下就能上手啊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你是回回迟到啊？啊！我请客求你来，你也不积极，这还没当大领导呢。跟你说，这2天累死我了，天天这忙着呀，又不检查的。哎，头发长了都没时间去理。来，
不是你们说说，省里这些人没事的脑子里都瞎想什么呢？啊，老人住老房，非要找个第三方来评估来，派了一帮大学生，没在农村待过的，一点经验没有，到你这指指画画，瞎挑毛病。关键是啊，你还得陪着笑脸在边上装。怎么样？闲。哎呀，还是保平书记潇洒呀！你瞧人这生活过的，守着个山林子，吃着纯野菜，喝着山泉水。哎，你看那眼睛，哎，鼓得直泛光。你看看，哎，我这岁数啊，就是吃耗子药也不管用啊！哎，这年轻，这得补。还是给勇哥多来点儿。勇哥辛苦，天天加班，是吧，勇哥？你要注意身体。哎，幸亏你没当县委书记。你这要是当了一把手啊，嘿嘿，我就别有好日子过了。一年到头我跑断了腿，到你这儿也不领情，你看着吧。快到这，到这。人家来有书记，这就是大智若愚，投其所好。什么叫投其所好？你得干，你得熬夜，那没完没了的加班儿。哎，这个也算是投其所好啊。不用再查车了，不下班啊，这怎么还加班加点儿了？我赶紧给我老板打电话。队长，就把对面的车也拦一下。好，那我就过去了，队长。他仔细了啊。好。哎，这新来的这梅县长，人怎么样？你们谁了解？哎呀，我听说是个干事的人，不能干，上面怎么会派他到咱们光明县来看这个硬骨头嘛？咱这个小地方服人可能不好服，但毁人那简单啊！这骨头可能啃不了几口，说不定这牙还给割掉几个，这得看他有几把刷子。我觉得，哎，明天领导干部大会，不知道这新县长这次是怎么画大饼的？嗨，还不都是那些套话？反正稿子呀都是范太平给写，我估计他都没空去看一眼。哎呦，先拆迁，再迁坟，刚来就赶上这么一当头炮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咱先瞅瞅啊，这县长怎么把这个火烧给书记？第一把火已经烧了，这人跑过去给老支书们鞠躬了。这火烧不好，那容易烧着自己。反正拆迁这事儿啊，吕书记那是真下了决心了，整天拿着鞭子赶着我们干活。你说你当初要是早点下这么大决心的话，去年湖滨那个项目，也不至于叫停啊。对呀，哎，那块地值不少钱呢。你以为今年为什么拆迁那么顺？能治得住，那都是听话的；难搞的早就摘出去了。现在就是接受了教训，不要和老同志正面交锋。哎，要不然，这你能拆得动？哪个老同志？周良顺。哦，哎呦，来，还是领导想的更细致啊，服了。这么多人啊！哼，这人还多呀！3级会议的时候700、800人呢。有一次我们装订资料，都装订了1整天。我还挺期待县长今天讲话。有什么好期待的？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新意。先是列出10个工作目标，内容呢就按照咱们县的两会精神来。接着呢，再比照省里市里的发展规划，最后再远景展望一下，然后表态，下决心，差不多也就这样了。
知道你不高兴。我没不高兴。为什么要不高兴？我从来不强迫别人做任何事。开这么快干嘛？这路你也不熟。又不是没开过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是害怕，怕就是怕。开得快是因为我有把握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有不高兴，我也从来不会受情绪影响。这车是我爸的，万一剐了蹭了，他就不会再借车给我了。代价大的事我从来都不做。我只是觉得浪费时间。你要是不想回省里找工作，你为什么要答应来面试，还拖到今天才说？我本来想昨天在电话里跟你说的，但我觉得还是当面说好。你早上不是一直在给我做面试培训吗？我也插不上话呀，所以拖来拖去就拖到人家写字楼门口了。不是回酒店吗？你去哪儿啊？林德公园。去公园干什么？你怎么突然就想来公园了呢？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在这儿。来拍个照片纪念一下。啊？你还真要来拍照？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？留个纪念呗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分手？学校有个新加坡交换生名额，我报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2年了。你跟我说你要考研考回来，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，你回来了吗？咱们都现实一点吧，梅小哥。异地恋爱，两地分居，时间长了可能吗？你别解释，也别绕弯子，怎么想的你直接告诉我。咱俩好之前，我知道有人追过你。咱俩好了以后也有人追，很多。你想说什么？看你老这样，你别着急行吗？让我把话说完。你不要扯那么远，简单一点。你到底是想跟我结婚，还是想跟我分手？我当然想结婚。那就结呀，现在就可以去领证，我没问题。你呢？首先啊，思想上，咱俩得达成共识。我想待在乡里，你想留在市里，这个问题就得先解决。你总是把什么事都给我安排好，总想让我听你的。就像今天面试这个事儿，去哪个企业做什么工作，都是你定的。还有这身西服，那个眼镜，头发的长短，说什么话。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你想的比我细。但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咱能不能商量着来？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现在不正说着呢吗？接着说。其实我想过回市里和你安居乐业，但乡里的工作刚有点起色，就这么走了，我不甘心。你没在基层待过，你不知道，你为那些老百姓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儿，他们看你的那个眼神儿，他们也不说谢谢，就是那个感觉，让你离不开，你知道吗？你比方说今天吧，我真不想请假。不是不想见你啊，就是最近的防汛工作特别紧张，一刻都离不开人。好多村民他们都缺乏这个防汛的意识，就像这个大晴天，其实也会发生山体滑坡，这真要出了事儿，那是要出人命的。你想什么呢？那就这样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我去，就别回来了。回头我研究一下新洲市公园招考流程，你不反对的话，那就这么做。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强迫别人，你大男子主义你就说，不就是想让我顺着你吗？还有别的问题吗？不问了。没带钱。
今年的工作任务特别艰巨，同志们，我们要拿出人一之，我十之，人十之，我百之的精神，上下一心，凝心聚力，一丝不苟，坚决完成年度既定的目标任务。书记，媒体的同志先休息吧。刚才我代表政府做了近期10项工作重点的发言，这里呢，我还想再多说2句。